看完今天这期视频，你就可以把乐高完成比国产积木还要便宜，也就是很多玩家常说的玩乐高呢，一定要尽量去玩套内。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这个套内应该怎么去玩，同时也给大家推荐5款非常适合玩套内的经典套装作为举例。套内也就是套内 mock 作品，其中100%套内就是在一款套装内的零件基础上，不借助其他的增补零件，然后把它拼成别的东西。除了部分套装乐高官方会出套内 B 模式以外，大部分套内都是由玩家自己设计，并通过比如 Rebreakable 等平台公开图纸。有些乐高套装的套内设计甚至会达到上百款之多，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庞大的套内图纸库也是乐高相对于国产积木来说的一个很难被复制的巨大优势。因为很少有玩家会为国产积木做套内设计。虽然绝大部分乐高套装都会有玩家公开套内作品，但怎样的套装相对更适合玩套内呢？首先是看零件数，大概300到2000片的乐高是比较适合玩套内的。这是因为玩套内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到乐高的大步骤分包了。虽然我们也可以在拼搭前对零件进行适当的分类整理，但如果零件数太多，每一步的找件仍然会比较麻烦。当然，有一些零件数非常多的乐高套装可能会有非常经典的套内作品，比较典型的就是反浩克了。只是我们需要知道零件数会影响玩套内的体验的这个问题。第二就是看 PPP 单价，因为如果是玩套内，尤其是如果你并不准备把它最终拼回官套成品的话，这款套装所包含的比如 IP 等一些附加值的东西对你来说是没有用的，所以 PPP 越低也就相对越适合玩套内。一般到手 PPP 在5毛以内都是比较合适的。那我们后面会给大家推荐的几款套装，到手 PPP 甚至到了3毛以内，本身 PPP 就已经没有比国产贵多少了，如果再算上多玩1-2款套内，真的就是比国产还便宜了。第三就是看优秀套内 mock 作品的数量，这个就需要大家自己到2B 上去查询啦。我们也会经常给大家做一些套内 mock 的评测，所以平时也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5款套装，基本都具备以上提到的这些特点，感兴趣的玩家也可以收藏起来。第一款42123迈凯伦塞纳 GT2， 零件数830片，2021年发布，同时也将在2023年底绝版。这款套装目前在2B 上一共收录了95款套内作品，其中比如 F1 赛车、竞速卡车、Hot Road 看起来都非常不错，甚至还可以拼成一辆拉法、一架飞机，又或者是一头恐龙。这款42123的到手好价可以到210多 ，PPP 也就是2毛6不到，所以非常推荐。第二款42151布加迪 Bleed， 零件数905片，另外还有一款编号为42162的蓝色版。把2款一起算上的话，这款套装在2B 上一共收录了47款套内，虽然没有42123那么多，但也有比如福特 GT40、科尔维特 C3 等优秀 mock 作品，当然也包括 F1 赛车、堆高机、直升机等等，题材非常丰富。这款42151的到手好价可以到230多 ，PPP 也就是2毛6。第三款10265福特野马，零件数1471片，2019年发布，同样将在今年年底绝版。目前在2B 上一共收录了149款套内，由于零件数已经来到了1500片左右，所以其中优秀作品的比例非常高，比如保时捷911、法拉利 F40等等，甚至还有 X-Wing 战机，这里就不一一介绍啦。这款套装目前参考价是650左右，算下来 PPP 大概是4毛4，多玩几个套内就非常便宜了。由于这款也是即将绝版，所以想入手的话要趁早。第四款10295保时捷911，零件数1458片，目前在2B 上一共收录了74款套内，其中优秀作品的比例也是非常高，比如兰博基尼蝙蝠、科尔维特 C3、丰田 FJ 酷路泽等等，甚至还有白色版的蝙蝠战车，多到数不过来。第5款76210反浩克，零件数4049片，远远超过了刚才我们提到的300到2000片的这个范围。但这款来自 Ransom 的套内反浩克实在是过于经典，以至于成为了整个乐高历史上难得一见的靠一款套内作品拯救了一款乐高官套的封神大作。这款套内我们之前也发过评测，没有看过的玩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里就不细说啦。最后讲一下拼套内的一些小建议。首先，我们最好多准备一些装零件的盒子，在开始拼搭以前，对零件适当的做一下分类整理，可以提高拼搭过程中的找件舒适度。另外，砖块类套装需要准备一把起件器，科技组套装可以像我们这样准备一把我们推荐过的拔销神器，可以显著提高拆解的舒适度。然后是拼搭以前可以找一找相关的套内评测，大部分套内 mock 在拼搭步骤优化方面都是做的不够的，所以有评测的话会更稳妥一些。最后是规划好顺序，是先拼套内还是先拼官套？通常我们建议先拼套内，不过反浩克除外，那款建议直接跳过官套。总之，最后准备留下哪一款，就最后再拼哪一款就可以了。好啦，希望本期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大家如果有拼过哪些非常不错的套内作品，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哦。咱们下期见，拜拜。